来吧，老样子，来，求你了，快点儿！在老爷的淫威下，吴太太只能顺从地满足老爷特殊癖好，这便是封建社会下女人们的悲哀。光鲜亮丽的她，就像关在笼中的金丝雀一样，没有丝毫自由，被当作男人的附属品，忍受对方千奇百怪的过分请求，还要操持家里大大小小的事务。对此，她的内心十分煎熬。受够了这种日子的爱莲，便想要给丈夫找个姨太太。可爱莲40岁大寿这天，自己好友康太太因难产导致性命垂危，然而丈夫始终不同意自己出去，这让爱莲内心十分焦急。好在服侍自己多年的管家以两家关系为理由，这才使丈夫勉为其难的让对方外出1小时。到了康太太门前，爱莲却因焦急不小心滑倒，好在被医生安德鲁扶住，这一扶也将爱莲的命运改写。可准备进康家大门时，安德鲁却被拦在外面。眼看康太太就要咽气，对方不顾众人的阻拦冲了进去，拿出自己的医疗工具救了康太太一命。而爱莲也对这个男人多了份好奇。可此时的丈夫却因爱莲迟迟不回来十分生气，而姗姗来迟的爱莲当着众人的面宣布了要给丈夫找姨太太的消息。在场的男人无一不羡慕对方找了个好妻子，而女人们却十分不解，为何爱莲要将自己的丈夫让出去。很快，一个18岁的少女来到这里，在媒婆的带领下走进了吴家大门。没见过世面的女孩看着如此华丽的大院出了神，不小心更媒婆走失，来到吴家少爷沐风这里。当得知面前楚楚可怜的女孩是新来的姨太太时，沐风心中不由得生出怜悯之情。可还没等他说话，媒婆就着急忙慌将女孩带走，来到爱莲这里。可身边的佣人却对面前这个十分寒酸的女孩十分嫌弃。可爱莲却没有听从佣入的话语，因为她明白眼前这个女孩的身世悲惨，从小就没了母亲，以至于到现在都没有自己的名字。于是便决定让对方来到吴家，并吩咐下人端来丰盛的饭菜，让女孩填饱肚子，甚至特意给对方取名为秋明，寓意着带来明亮的秋天。可正常的秋天不应该是一片萧瑟吗？而沐风这边深受先进思想的熏陶，他不忍心秋明遭受封建思想的折磨，当天晚上便找到夫妻，想要劝说对方放弃娶秋明。而对方自然是不愿意放弃的，便直接给沐风安排了康家小姐的婚约，还让爱莲将上次认识的安德鲁找来，给沐风当外语老师。安德鲁欣然答应，但他却不要任何报酬，只希望爱莲能给自己开的孤儿院捐赠一些旧衣服跟食物。这让爱莲对眼前这个男人刮目相看。很快便到了吴老爷大喜的日子，安德鲁作为沐风的老师自然前来祝贺，而对方却对这个便宜老师没有任何好感。新婚夜，女人小心翼翼给丈夫做着按摩，可下秒丈夫竟一把薅住她的头发，将她死死按在地上。对此，女人只能默默承受。作为大太太买回来的田房丫头，几天前便跟吴老爷成婚，可新婚当晚，女孩却十分害怕，颤巍巍的手连纽扣都解不开。对此，老爷十分暴躁。就这样，秋明的新婚夜在眼泪中度过。第二天，爱莲看到秋明在做家务时，便告诉他专心服务吴老爷就好，这些活交给下人来做。而这一幕被门外的沐风看到，他不忍心看着对方活在封建主义的阴影中，便打着跟爱莲请安的名义，想要劝说母亲将秋明送走。可遭受封建教育思想的爱莲自然不可能同意这个请求。心情烦躁的沐风当天晚上便跟着同伴粘传单，却不料被警察逮个正着。爱莲得知这个消息后很是慌张，但她一个女人家的话语权根本不管用，没办法的她只能将希望放在安德鲁身上。很快她便从警察局将沐风捞了出来，也因为这件事情让沐风对安德鲁的看法有所改观，每天准时来到他的课堂，两人谈论着各自的想法，却意外发现出奇的相同。在得知沐风对天文感兴趣时，还专门拿出望远镜教导他这方面的知识。在一旁观看的爱莲不由得感到好奇，便主动提出想要看一看的想法。就一眼她便十分震惊眼前的景象，不由得心生向往，于是便找到丈夫提出跟着自己一起上课的请求。可吴老爷怎么可能会去听枯燥无味的课程，便让秋明陪着爱莲一起去。然而课程并没有想象中的枯燥，爱莲反而觉得很有趣。久而久之，她觉得心情也变好许多，每天晚上都有闲心用望远镜观察月亮。在得知快到她的生日时，更是准备了一个造型奇特的蛋糕为她庆祝。可此时却有人说孤儿院着火的消息。听到这个消息，安德鲁什么也顾不上，当即冲进去拯救被困的孩童。在外面的爱莲眼看对方还不出来，内心十分焦急，立马拿起一桶水倒在自己身上，冲进去寻找安德鲁的身影。好在两人并无大碍，只是孤儿院毁了，孩子们没有地方去住，于是爱莲便提出可以去吴家的后花园暂时有个容身之所。看着眼前这群活泼的孩子，爱莲露出了满意的笑容。
正巧的是最近镇上要通电，众人商量好便准备一同前往凑个热闹。可谁知当镇长说完跨入现代化的宣言时，灯光却没有亮，这一下让对方犯了难，只能先表演节目来缓解尴尬。可由于安德鲁是美国人，听不懂戏曲唱的什么意思，在旁边的爱莲便充当其解说员。可说着说着就觉得自己成为戏中爱情故事的女主角，而后面的沐风听着凄惨的爱情故事，不由得想起身旁的秋明的悲惨命运，于是在一天晚上便准备带秋明逃离吴家。房间内，女人熟练挂起白绫，褪去华丽衣裳，随后双脚果断将凳子踢翻，好在被下人及时发现，这才没有性命之忧。然而当吴老爷得知后，却留下一句：自从上次从小镇回来之后，秋明对那些爱情故事感同身受，再也无法忍受吴老爷的暴行。而沐风则是因为吴老爷觉得对方的外语课上的差不多了，便将安德鲁请离吴家。当天晚上便将沐风叫到面前，要求尽早跟康家小姐成婚。可对方不想娶一个从未谋面的女人，却又无法劝说父亲同意自己的想法，于是两人一拍即合，准备结伴逃离吴家。却不成想被爱莲发现，见秋明支支吾吾不肯多说什么，他当即给了对方一巴掌。眼看逃出无望的秋明当即生出了轻生的想法，于是便有了开头那一幕。得知这个消息的安德鲁找到爱莲，提出放走秋明的请求。可作为大太太的她，怎么可能见二房送走？爱莲从小到大的教育都在告诉她，这种事情是败坏门楣的。安德鲁无法理解她的这种观念，只觉得自己看错了对方，当即离开了这里，只留下爱莲独自痛苦。当天晚上，他站在大雨中想了一夜，他的内心十分挣扎。最终他想通了，来到孤儿院找到安德鲁，告诉了对方自己的想法。随后两人便趁着夜色将秋明送走，临别时还送给秋明一些盘缠，这让他无比感动。两人一同往回走时，正巧碰到沐风，而当他得知这个消息后，内心的石头也终于放下，于是便准备去参军抗日。战争很快便打响了，吴家所有人踏上了逃亡的道路，而爱莲却不想走了，她受够了吴老爷对自己的控制。可如今日本人进城，爱莲又能往哪里跑呢？吴妈见状只能狂奔到安德鲁这里，希望对方可以救救爱莲。得知消息的男人连忙冲出去寻找她的踪影，终于在一处废墟中找到了爱莲的身影。可不幸的是，日本人近在咫尺，很快便注意到这里的动静，进来搜查。眼看日本人就要找到爱莲的藏身之所，安德鲁连忙冲出阻止对方，吸引大部队的注意力。就这样，为了保护爱莲，安德鲁死在了日本人的手下。外面安全后，爱莲走出来，望着眼前的尸山人海，内心十分悲痛。可当小女孩将安德里的十字项链拿出时，爱莲慌了，她急忙跑了过去，翻出了安德鲁的尸体。多年后，她接手了安德鲁的孤儿院，继承了他的遗志，收容了更多的孩子。沐风也带着秋明回来看望他，有了一个幸福美满的大结局。